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Daniel Kahneman、Olivier Sibony 与 Cass Sunstein 合著的《噪声：人类判断的缺陷》。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一个常常被我们忽视的现象：面对同一起刑事案件、同一张医疗影像或者同一份企业的投保申请，只要交由不同的法官、医生或核保员进行独立评估，最终输出的结论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为什么受过相同标准训练的专家会给出截然不同的判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 联合战略决策专家 Olivier Sibony 以及法学学者 Cass Sunstein 跨越心理、管理与法学三大领域，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人类在进行预测和评估时产生的误差由两个核心部分组成。第一种是人们熟知的偏差，它是有方向性的系统偏离；第二种则是噪声，表现为判断中随机的、无规律的离散。长期以来，人们投入大量资源去建立模型纠正偏差，却对隐藏在暗处，导致专业判断出现严重分歧的系统噪声视而不见。《噪声》这本书不仅利用大量真实数据测量了这种无形干扰带来的隐形成本，更提供了一套被称为决策卫生 Decision Hygiene 的预防性干预策略。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如何通过科学的决策机制设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帮我们找回专业判断的准星。在探讨人类的决策机制之前，需要先界定一个核心前提：什么是判断？在日常运行中，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通常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计算，比如得出1+1等于2，或者根据会计准则计算企业的年度利润，这里存在绝对唯一的正确答案，不容许任何偏离。第二种是品味的偏好，比如挑选一部电影或者选择晚餐的口味，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愿，所有的差异都被视为合理的个性展现。然而，从医疗诊断、司法量刑到金融定价，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专业活动，既不是绝对的客观计算，也不是纯粹的个人偏好，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判断问题。在解决这些判断问题时，人的大脑实际上变成了一把测量尺。我们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专家能够像精密的物理仪器一样给出稳定可靠的度量。这把测量尺主要被用于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是预测性判断，其核心特征是结果在未来是可以被客观验证的。例如，气象学家预测明天的降雨概率，分析师预测某家上市公司下一季度的财务营收，或者医生预测某种治疗方案对特定患者的存活率。当未来的事实出现时，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衡量出当初的判断与真实结果之间存在多大的误差。第二类是评估性判断，这类判断通常永远无法找到一个绝对的真实值来进行验证。例如，法官针对一起复杂的案件决定量刑的时间，或者面试官在几位候选人中评估谁最适合当前的岗位。在这些场景中，虽然没有标准答案，但整个系统依然要求这些测量工具具备高度的一致性。如果同一个案件交给两个资历相同的法官，公众理所当然地期望他们能给出基本相同的判决。无论是预测性判断还是评估性判断，只要把大脑当作测量仪器，误差就不可避免。传统观念习惯将误差等同于偏差，认为只要找出偏离目标的固定方向并加以修正，就能得到准确结果。但真实的误差除了偏差，还会叠加上噪声。想象有一把结构松动的体重秤，每次称量同一个物体的结果都在上下波动，这些波动就是噪声。即便这些波动在长期平均下来刚好相互抵消，看似毫无偏差，它依然是一把无法被信任的废尺。专家在进行专业判断时，面临的正是这种被长期忽视的无序波动。人类大脑这把测量尺所产生的无序波动，
在真实的商业系统中往往被一种普遍存在的心智盲区所掩盖。这种盲区被称为一致性错觉 （illusion of agreement）。在成熟的组织内部，同岗位的专家通常经历过相似的培训，阅读着相同的操作手册，使用着统一的专业词汇，并在同一种企业文化中工作。这种高度统一的外在环境，让每一个人默认自己得出的专业判断，必然也是同行们会得出的客观结论。为了量化这种错觉与现实的差距，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内部展开过一项噪声审查 Noise Audit 的测试。测试锁定了该公司的核心利润部门核保部。核保员的日常工作是评估复杂的商业风险，并为保单定价。在审查开始前，高管团队被问到了一个具体的业务问题：如果把完全相同的客户资料交由2名资历相当的资深核保员独立评估，他们给出的最终保费会相差多少？高管们基于对内部培训体系和专业标准的自信，给出的预估值是 10%。他们认为这已经是专业判断中合理的波动极限。然而，实际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不同核保员给出的定价，实际中位数差异高达 55%。这意味着，如果一名核保员认为合理的保费是10万美元，另一名核保员给出的价格很可能高达15万5千美元，或者低至4万5千美元。对于客户而言，保费的高低实质上变成了一场取决于随机到哪位核保员的抽奖。这种巨大的离散度会双向挤压企业利润。如果核保员的定价过高，远超市场合理水平，公司将直接流失高质量的客户和市场份额；如果定价过低，公司则会承担与保费不匹配的巨大风险，最终在未来的理赔中遭受重创。在这家公司中，系统内的噪声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其实际规模达到了管理层预期的5倍以上。令人深思的是，这家运转多年的大型企业此前从未察觉到如此巨大的内部损耗。原因在于，这种噪声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当高管们在年底查看部门的平均业绩时，那些定价过高的保单和定价过低的保单在宏观数据上相互抵消了。系统整体的平均利润率看起来依然平稳，没有明显的偏差。但实际上，这种由判断差异带来的无形摩擦，每年都在吞噬着数以千万计的隐形成本。正是一致性错觉的存在，让组织对这些看不见的误差失去了警觉。这种由同一系统内不同专家做出随机判断而产生的误差，被定义为系统噪声 （System Noise）。在商业领域，系统噪声吞噬的是财务利润；而在司法与医疗系统中，系统噪声则决定命运的抽奖。20世纪70年代，美国法官 Marvin Franco 率先揭开了司法系统中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任意性。在面对犯罪情节、被告人背景几乎完全相同的案件时，不同的法官给出的判决天差地别。一个本该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案件，如果分配到一位严厉的法官手中，可能会变成20年；而如果分配到另一位相对宽容的法官手中，可能仅只需要几个月的刑期。这种现象在庇护申请的审批中表现得更为极端。一项针对美国庇护法官的追踪研究显示，在同一个办公楼内，面对相似的申请群体，一位法官批准庇护的比例可能低至 5%， 而同一走廊里的另一位法官，其批准率则高达 88%。 对于申请人而言，决定他们能否留下的最关键因素，竟然不是案件本身的客观事实，而是案件在系统中被随机分配给了哪一位法官。医疗系统同样无法免疫系统噪声的干扰。医学被视为一门基于严谨科学的学科，人们倾向于认为医生的诊断是高度稳定和一致的。然而，针对医学影像诊断的重复性研究展示了相反的结果。当多位资深的放射科医生面对同一张血管造影底片时，
他们对血管阻塞程度的评估存在显著分歧。更为严重的是，即便是同一位医生，在几个月后再次评估同一张自己曾经看过的 X 光片时，有高达 20% 的概率会推翻自己先前的诊断结论。无论是在评估商业风险、裁定司法量刑，还是进行医疗诊断，只要系统依赖人类的专业判断，系统噪声就会如影随形。它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相似的情况应当得到相似的对待。一个充满噪声的系统，其输出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这种不可预测性最终会瓦解系统本身的合法性与公信力。要解决这一困境，必须深入大脑的运作机制，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不断干扰和扭曲人类的测量刻度。干扰和扭曲人类测量刻度的力量，并非存在于外界，而是源于大脑处理信息时的底层机制。要解决判断中的随机差异，不能将其视为一个混沌的整体，而是必须像外科手术一样，将系统噪声 （system noise） 精确拆解为3个主要的构成成分。这其中的第一个构成要素被称为水平噪声 （level noise）。水平噪声是指不同判断者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一组案例时，其给出的平均判断结果存在的基准差异。简单来说，它反映了专业人士个人固有的严厉或宽容程度。1981年，美国联邦司法中心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召集了208名现任的联邦法官，向他们提供了16个完全相同的虚拟犯罪案件卷宗，要求这些法官独立给出量刑判决。如果司法系统是一个高度一致的测量工具，这208名法官对同一个案件的判决应当趋于同一数值。然而，实际的结果呈现出惊人的离散度。如果随机抽取2名法官对同一个案件进行判决，他们给出的刑期差异平均高达3年半。在其中一起典型的银行抢劫案中，法官们给出的量刑结果，从仅仅判处缓刑到长达20年的有期徒刑不等。这种离散度的背后，使专业人士拥有截然不同的个人平均基准。有些法官在长期的职业生涯、生活经历或价值观的塑造下，形成了偏向严惩的判决尺度，而另一些法官则天然倾向于给予罪犯更多宽大处理的机会。当被告人走进法庭时，决定其刑期长短的一个关键变量，其实是恰好被分配到的这位法官的严厉程度。在商业世界中，水平噪声同样会带来显著的结构性错配。以保险公司的核保业务为例，不同的核保员对风险的平均感知程度存在固有的生理和心理差异。部分核保员天生属于风险厌恶型，在处理大量保单时，他们给出的平均保费总是显著高于部门的平均水平。相反，另一部分核保员则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容忍度，其评估的保费长期处于低位。在投资和信贷领域，水平噪声的破坏力同样不容忽视。面对同一批企业的贷款申请，信贷审批员的平均基准差异会直接导致资源的错放。严苛的审批员会系统性地拒绝掉大量具备还款能力的优质企业，导致金融机构流失大量利息收入，而宽松的审批员则会放进过多的高风险客户，推高整体的资产坏账率。当企业的客户被随机分配给这些基准各异的专业人员时，企业实质上正在承受由内部人员性格和尺度差异带来的运转混乱。识别并对其水平噪声是提升测量工具精准度的第一步。在实际业务运转中，通常可以通过设立硬性的指导原则，或者定期组织校准会议来拉平全体成员的判断基准。然而，即使通过制度设计完全消除了员工之间的平均水平差异，也并不能抹平系统中的所有摩擦。因为人类大脑的运作机制远比单一的基准线复杂，更深层的隐形误差依然潜伏在判断者与具体案例的每一次交互之中。在认清了水平噪声后，系统噪声中还有第二个构成要素，
模式噪声 pattern noise。 模式噪声是指判断者对特定类型案例的个体反应差异，它源于专业人士与具体情境之间发生的独特交互。还是以司法量刑的客观表现为例，假设法官甲和法官乙在全年的案件审理中给出的平均刑期都是5年，这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水平噪声，平均严厉程度完全一致。但是当深入具体的案件类型时，差异开始显现。法官甲可能对涉及暴力的年轻罪犯从重处罚，但对白领经济犯罪表现出宽容。法官乙的反应模式则完全相反，对经济犯罪严惩不贷，对年轻罪犯却倾向于宽大处理。这种基于个人经历或隐性偏好而对特定信号产生的不一致反应，构成了模式噪声。在企业的人力资源与绩效评估系统中，模式噪声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企业通常要求各部门经理对员工的年度表现进行打分，以决定晋升和奖金分配。大量的组织行为学数据表明，当不同的经理评估同一位员工的绩效时，他们给出的评分相关性往往极低。在这些评分差异中，真正的员工绩效差异只占到了大约 20%， 而剩下的差异中，绝大部分是由模式噪声贡献的。经理 A 可能高度看重员工的跨部门沟通能力，而经理 B 可能对哪怕是最微小的迟到行为都持有零容忍的态度。员工最终获得的绩效得分，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不是其客观的工作产出，而是经理的个人偏好对员工特定行为赋予的主观权重。同样，在人才招聘的面试环节，模式噪声也导致了大量的人才错配。面对同一位求职者，面试官甲可能会因为候选人毕业于名校而自动忽略其工作经验的匮乏，而面试官乙则可能因为候选人在某个具体技术细节上的迟疑，直接给出了否决票。每一次面试都是面试官的个人模式与候选人特征的一次随机碰撞。模式噪声的规模通常远大于水平噪声，它也是最难被察觉和管理的。面对模式噪声，单纯要求团队成员统一降低或提高评估标准毫无意义，因为个人的反应模式是错综复杂且多维度的。要想从根源上压制这种模式噪声，最有效的解法是建立结构化的评估体系。所有决策者在面对同类案例时，对相同的一系列具体指标进行独立打分。只有从流程上限制个人偏好对单一指标权重的过度放大，才能在底层真正切断模式噪声，保障组织资源的合理分配。系统噪声的第3个构成要素是模式噪声中一种具有短暂性、偶发性的特殊成分——情境噪声 （occasion noise）。情境噪声是指同一个判断者在不同时间、不同情绪或不同外部环境下，对完全相同的案例做出不同判断的现象。我们通常认为，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能够保持自我判断的连贯性。然而，数据追踪呈现了相反的结论。以医疗系统的处方决策为例，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的医生 Jeffrey Linder 及其研究团队曾经对初级保健医生的抗生素开具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数据追踪。抗生素对病毒性急性呼吸道感染是无效的，但在实际的临床诊断中，数据曲线呈现出显著的时间分布规律。随着门诊时间的推移，医生在下午或临近下班时为这类患者开具抗生素处方的概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患者的客观病理特征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医生的状态。长达数小时的连续工作带来了认知疲劳，这种疲劳作为一种情境因素，改变了医生的专业判断尺度。情境噪声也存在法医学领域。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认知神经科学家 Ethel Jewell 曾针对指纹鉴定专家进行过重复性研究。研究人员将专家们数月前已经鉴定过的指纹样本，在隐藏了先前结论的情况下，
再次交由他们进行评估。为了测试外部环境的干扰，研究人员有时还会附加上误导性的背景信息，例如暗示嫌疑人已经认罪。结果显示，在面对自己曾经处理过的同一组证据时，专家们有高达 20% 的概率会推翻自己先前的鉴定结论。即便是微小的生理变化，也能引发情境噪声。在一项针对法官在一天不同时段批准假释的比例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在法官刚刚吃过饭、开始工作时，批准假释的比例最高，达到约 65%。随着审理案件数量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批准率逐渐下降，在下一顿饭前几乎降至0。饥饿感和精神消耗直接转化为了对申请人不利的判决结果。这再次印证了，无论个体的专业素养有多高，人类大脑作为测量工具，时刻都会受到诸如气温、睡眠质量等微小变量的干扰。在这些情境因素的裹挟下，所谓的专业判断，很多时候仅仅是一次无法完全复现的随机抽样。明确了系统噪声的构成后，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降低这些不确定性。偏差有固定的方向，因此可以在事后通过数据进行反向修正，但噪声是随机的，没有人能预判下一次专业判断会偏向哪一边，所以事后纠偏在这里完全失效。对抗这种随机变异的唯一有效路径，是在判断发生之前采取结构化的干预。这种预防性的防御系统被称为决策卫生 （Decision Hygiene）。在现代医学中，医生在进行手术前必须遵循严格的洗手程序。洗手的目的不是为了定点清除某一种特定的已知病毒，而是为了大面积隔绝所有潜在的、看不见的病原体。在商业与社会机构中，实施决策卫生的基本运行机制，同样是为了在判断最终形成之前，从流程上切断那些不可预测的干扰因素。最基础的一道防线是主动向算法让渡判断权。早在1954年，心理学家 Paul Meehl 就横跨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开展了20项对比研究，将顶尖专家的预测结果与最基础的数学模型进行比对。在 60% 的测试中，极其简单的线性算法直接击败了人类专家，在剩余的 40% 中，两者也只是勉强打平。人类总以为自己的判断更高级，但其实再复杂的直觉也打不过简单的公式。造成这种碾压优势的原因非常简单，算法具有绝对的一致性。当向一个数学模型输入相同的数据时，它会输出完全相同的结果，这意味着算法实现了真正的零噪声。人类专家虽然自认为能够捕捉到更微妙的非结构化信息，但这种能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模式噪声和情境噪声。专家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同一个数据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拉低了整体的预测精度。因此，当面对大量重复性的预测任务时，最有效的降噪动作是将决策权向算法端转移。当完全自动化的模型在现实中不可行时，组织需要在规则与标准之间进行严密的权衡。规则设定了清晰的硬性界限，例如贷款申请人的信用分数必须高于600分，它排除了主观解释的空间，从而大面积消除了噪声，但丧失了部分灵活性。标准则保留了自由裁量的空间，例如贷款申请人必须具备合理的还款能力，它赋予了专业人员灵活性，但必然引入个人基准线的变异。当判断变异带来的隐形成本远超灵活性带来的收益时，必须增加规则的执行密度，压缩主观标准的空间。在现实的商业环境中，大量涉及重大战略方向与资源配置的评估任务无法直接交由算法完成，必须依赖核心团队的综合研判。传统的管理架构倾向于由多名资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能够通过内部交叉讨论，过滤掉个体的认知盲区，从而输出更高质量的决策。这种制度设计的理论依托是群体智慧 （Wisdom of Crowds）。
然而，群体智慧的高质量决策依赖于参与判断的所有个体的数据源和评估过程保持绝对的独立性。一旦这种独立性不存在，团队决策不仅无法实现降噪，反而会成为放大噪声的温床。当团队成员在没有形成独立书面结论之前就开始口头交流，系统内部就会迅速产生一种干扰机制，即信息瀑布 （information cascades）。为了量化这种干扰对客观结果的扭曲程度，社会学家 Matthew Salganik、Peter Doss 与 Duncan Watts 设计了一项名为音乐实验室的实验。研究人员在特定网络平台上投放了48首由未知乐队创作的全新歌曲，并招募了数千名真实用户参与试听和下载。参与者被系统随机分配到2类截然不同的测试环境中。在第一类独立控制组中，用户界面仅显示歌曲名称，完全隐藏了其他人的下载数据，用户只能依靠自己对音乐本身质量的独立测量进行下载。在第二类社会影响组中，界面实时公布每一首歌被其他参与者下载的具体次数。为了测试纯粹随机因素的影响，研究人员还将社会影响组平行切分成了8个互不干扰的独立测试区。结果显示，在独立控制组中，那些具备较高底层质量的歌曲稳步攀升至榜首，呈现出理性的价值回归。然而，在8个社会影响组中，早期由极少数几个用户随机产生的下载动作，迅速触发了巨大的信息瀑布。后来的用户出于从众心理，大量下载那些已经被排在前面的歌曲，导致微小的初始随机波动被急剧放大。最终的统计图表显示，同一首歌曲在其中一个测试区内成为了绝对的流量核心，而在另一个测试区内却遭遇了全面的数据停滞。这项研究精准揭示了商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决策漏洞。在常规的投资委员会或项目评审流程中，最终的集体定论往往高度依赖于第一个发言的人或者职级最高的人。先发言的人释放的初始信号会在封闭会议室内引发从众效应，后续的参与者会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判断标尺，以向团队的初始立场靠拢。这种为了规避社交冲突而产生的本能反应，在现代资产配置系统中演变成了一次次深度的价值错配。因此，捍卫独立判断是所有团队决策流程不可逾越的基础界限。在具体执行上，系统必须强制推行物理与时间层面的信息隔离机制。在针对任何复杂标的展开会议讨论之前，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必须预先完成独立的案头评估，并将核心判断指标以书面形式匿名或同步进行提交。只有当所有成员的独立测量数据被完全锁定，且整体分歧被清晰展示后，交叉讨论的环节才被允许启动。这样才能确保了系统最终汇总的是多份未经社交压力修饰的真实测量结果。隔绝了团队成员间的交叉干扰后，决策卫生的最后一环是干预大脑内部的信息处理顺序。面对复杂信息，大脑总是倾向于迅速拼凑出一个全局印象，随后自动启动筛选机制，放大有利证据，忽略相反数据。这种机制是产生模式噪声的真正根源，它让不同的决策者面对相同的商业数据时，各自朝着最初的偏好狂奔。为了从结构上阻断这种过早闭合的认知闭环，组织必须引入中介评估协议 Mediating Assessments Protocol。 核心原则就是推迟直觉，通过强制的流程设计，将直觉的登场节点推迟到所有底层事实的独立测量全部完成之后。以企业尽职调查为例，传统的评估呈现出极强的随机性，评估者往往通过开放式提问或随意的现场观察，试图快速建立整体观感。这种观感一旦在最初几分钟内成型，后续所有的尽调动作实质上都沦为了对初始直觉的验证。而在中介评估协议下，
这种模糊的整体定性被强制拆解为多个独立的硬性维度。例如，在评估资产并购时，技术护城河、运营效率、财务健康度先被拆分独立指标。每个独立指标的打分必须相互独立，就像流水线上逐个检验零件一样。只有当所有单项指标都评估打分后，决策者才能看到整个项目的全貌。直到最后这个环节，决策层才可以动用商业直觉，综合衡量，拍板做决定。通过强行推迟直觉的释放，中介评估协议避免了局部特征在评估早期被无限制放大。这种对决策流程的结构性切割，将极易受情绪波动的复杂判断降维成了一系列基于事实可复现的测量动作。坚持这套决策卫生机制是消除隐性亏损、提升决策质量的唯一出路。噪声一书揭示了人类判断出错的底层真相。长久以来，我们对专业直觉过度自信，将大量资源用于纠正偏差，却任由无形的系统噪声在暗处吞噬利润，制造错配。从个体基准的水平噪声，到复杂交互的模式噪声，再到瞬间状态的情境噪声，这些随机波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庞大且隐蔽的误差黑洞。对抗这种无序干扰，必须严格执行决策卫生，强制切断信息交互以捍卫独立判断，引入中介评估协议以推迟直觉的释放，并主动向客观的算法与硬性规则让渡决策权。唯有通过这些结构化的干预，组织才能在长周期内建立起阻断系统噪声的护城河，让每一次的专业判断都回归理性和一致。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